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ino。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16号周二晚上的7点45分。今天的四大指数是涨跌分化，纳指罗素收跌，标普和道指收涨，道指站上了200均，标普也是触碰到了200均的位置。在涨跌个股数量上，今天大概有2/3的股票上行。最近的几天呢，标普是在不同板块的接力轮动上涨的带动下，已经小碎步移动到了4300点的位置，表现非常的强劲。很多被做空严重的小盘股，比方说像那些这个 main stock 像这种概念的股票，已经是重现了在2021年的场景，他们是接连的大涨轧空暴涨上行啊。比如像 BBBY 这种的考虑基本面是基本不存在的情况啊，再烂的这个基本面，只要你符合这个 main stock 的气质，股价的涨跌和基本面没有任何的关系，它搏的就是暴拉轧空。其实和过去几年的这个 GME 包括 MC 是一模一样的。一天它能涨上几十个点，一天它也能跌上几十个点。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ME 在过去的几年的表现啊，你可以看看在这一段单日呢它可以上涨达到 134%， 那么单日呢也可以下跌 44%， 隔天它又上涨 67%， 然后第二天又下跌 60%， 这就是属于这种非常具有这种 main stock 这种气质的股票啊。所以呢，像最近呢，既然这个故事又开始了，这个故事的开头还有中间的这个叙事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故事的结局估计也差不了太多，无非就是说谁最后运气不佳，或者说心太大了，赢了你也不走，等待轧空结束的时候啊，你还在加码搏杀，最后呢不得已被动接盘的问题啊。所以有参与的朋友记得带好止盈和止损啊。好，其实呢，不管是这个小盘股有这种搏杀的情绪，其实市场连续的上涨1个月，整个市场都是弥漫着这个 FOMO， 就是怕错过的这个情绪，都是怕牛市一去不复返，再也不回头，都是能买赶紧买啊！而且呢，也听不得，也是见不得说这个风险提示的，好像是你在阻止他发财一样。其实现在我在回看之前的历史行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啊！真的，这个历史就是一直在不断的重复上演。这个远了咱们不多说，就在这个21年年底这段时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说这个市场啊其实被高估了，然后当时呢也开始减仓了，然后减完之后呢市场还在涨，然后呢就有一堆的朋友呢在评论区说你卖早了啊。后来呢这个市场开始下跌了啊，跌了这个半年。然后这堆朋友呢，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反正也没见着。等到今年这个6、7月份，在这儿，我开始把部分的低估的股票左侧缓慢的建仓、加仓啊，特别是一些这个涉嫌已经到了估值下限，或者已经到了这个估值的低估值区域的强支撑位置的股票啊，开始去买它们。然后呢，又有一堆朋友会说，老手死于抄底，我看看你最后要亏多少。结果最近呢，又连续的上涨了1个月。那么这些声音也不见了，但最近呢，这个由于这个我说过啊，是属于技术面的风险，加上基本面很有可能有继续高估的风险，如果往上涨，这个地方我最近又开始陆陆续续的把7月份这个加进去的一些正股的仓位获利正在缓慢的减出去，而且正在想呢，在上方标普的关键的位置，在这个盈亏比较合适的位置，用一个可控的风险，用期权去做空大盘，投机一下这种短线的回调。结果呢，到了留言区，感觉又回到了在21年年底的时候，又有一堆是没有见过的新人新号留言，要么呢就说你正股卖早了，要么就说你踏空了，要么就说你别误导别人了。其实有时候啊，我看看这些留言呢，还是真的挺有感触的。你说咱们一年吧，有12个月的4季轮回，我觉得这个时间就已经够短了。但投资这个行业是变化真的太快了，你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行情只要像这样来回走一个震荡波段，它就能够迎来一批新人。等洗劫完毕之后，他们离场了，然后呢就等下一批进场。
不断的循环往复，这个磨刀的背景音乐它都不带换的啊。其实这也是这个金融投资最有魅力的地方。我个人呢挺喜欢在德州扑克场上的一句话，就是你不需要成为牌桌上最强的人，你只需要尽快找到牌桌上最弱的人，战胜他就好了。如果你发现你找不到最弱的人，说明你就是牌桌上最弱的那位，你应该尽早的离场换下一桌。其实这和投资的是一样的啊，如果我们一上场就想着说要去大杀四方，一定要赢全了赢麻了，一定要设置个高不可攀的目标，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我个人来讲呢，我一般呢，我只赢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那部分就好，对吧？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比如我这里减了，那么减了就是减了，它要继续涨怎么办呢？也不能怎么办吧，持仓的底仓的股票继续获利往上走就可以了，然后没有加购的仓位等待下一次的机会，有回调的机会，或者等未来业绩有继续向上提升，估值提升，点位能提升的机会再去找地方加就可以了啊。所以呢，这是我的一个投资的思维。哎呀，这个我们这儿正在这个下雨刮大风啊，所以这个一下雨刮大风呢，这个就喜欢发感慨，这个是我小时候落下的一个习惯啊，挺有意思的。好，扯多了，咱们这个言归正传，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基本面分析，以及还有关于沃尔玛还有 HD 的财报，他们的财报后的股价拉升的这个表现呢，让明天要出的这个零售的低预期的数据显得是相当的尴尬啊。好，咱们呢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数据。第一个要看的数据呢，是在7月的制造业产出月率，受到这个汽车产量回升的提振，整个7月份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出现3个月以来的首次正增长。但是呢，其他的一些类别的这个数据也不是那么的好啊，汽车是最好的。我一个个来说，整个的数据显示呢，7月份制造业产值是增长了 0.7%， 高于预期的 0.2%。那么包括矿业和公共事业在内的7月份的工业的生产这个值环比是涨了 0.6%， 高于预期的 0.3%。那么制造业产出月率贡献最大的这一块就是汽车。由于这个半导体的供应瓶颈现在已经开始有所缓解，所以汽车的制造商他们有更多的零部件来增加产量，整个的汽车产值在小分类里边是增长 6.6%， 是4个月以来最大的增幅。不包括汽车在内，制造业产值呢仅增长 0.3%啊，所以汽车是功不可没的。这里我也要提示一下，由于2季度的财报已经出的差不多了啊，其实呢我在这个本期上个就是周末的这个会员节目里边和我们的会员朋友讲过这个话题，我把这个地方简单给大家提一下。2季度整体的业绩出完之后，在3季度的前瞻上，目前有3个板块是维持了比较正常的和之前的前瞻相同的啊，就主要是哪3个小的细分板块呢？一个是能源，第2个是公共事业，第3个就是汽车啊，这是3个，其他所有的板块的总成绩单全部都做了下调前瞻啊，这是我提前跟大家讲一下关于 Q3 的情况，简单带过一下。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一个数据。那么第2个呢，就是我们看一下财报吧。今天的财报呢，着重去讲2只财报，一个是沃尔玛，一个是 HD。昨天我们还谈到了关于零售的问题，结果呢，今天的零售依旧是不信邪啊，继续是大涨特涨。今天的零售 ETF XRT 大涨了 4.02%， 难道是沃尔玛和 HD 的财报非常非常的好吗？是他们把整个零售板块都带飞了吗？其实昨天那个疑问呢，我现在依旧存在。昨天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在评论区呢其实也没有找到大家的回复啊。今天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你认为零售板块的这波的上行真的是符合基本面的上行吗？好，咱们来看一下沃尔玛的财报吧，可能大家对照起来会更容易去探讨一些。整个沃尔玛的财报，我先把这个关键数据写在这儿啊。沃尔玛整个2季度的每股收益和营收都是超出预期的，但呢，它维持了年度的每股收益衰退的前瞻，并没有提升。财报显示，沃尔玛在 Q2 的营收为 1528.6 亿美金，同比增长 8.4%，
市场预期是 1508.1 亿美金，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 1.77 美金，超出市场预期的 1.62， 所以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在本季度。那么美国的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 6.5%，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 5.9%。 电子商务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12%， 山姆会员店的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 9.5%，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10.1%。 会员人数是创历史新高。沃尔玛呢是重申了对于下半年的指引，已经过完了2个季度，还剩下2个季度，所以全年的指引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全年的指引是销售额今年下半年将增长约 3%， 全年增长 4%， 预计全年调整后的每股收益将下降 9% 到 11%， 也就是会同比去年衰退 9% 到 11%。那么整个沃尔玛的这个部分的本季度的销售增长主要来自于通胀，因为通胀推高了食品还有其他商品的价格。沃尔玛的首席财务官说，沃尔玛有大约3%的食品市场的份额增长是来自于家庭年收入在10万美金或以上的顾客。另外他们也提到了消费者预算开始有紧张的迹象，他们在质量和数量上正在降低一些消费，比如越来越多的购物者使用的是信用卡而不是现金卡进行消费，还有很多的消费者选择更小包装的食品，并且购买更多的罐装食品，而不是新鲜的熟食肉类还有牛肉。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他提到了两头全年还是维持一个同比衰退 9% 到 11% 的预期。同时消费者的消费的习惯，他们发现开始出现一些变化，所以呢有些话嘛，这公司也不能说的那么的直白，但他告诉你大家自己去悟好，那么沃尔玛基于现在的情况调整后的它的财年是1月份截止，那么2023年1月份的前瞻估值就是103到135块钱，中位119。2024年1月前瞻估值是115到150块。很明显，现在盘后价格盘中的今天这个上涨涨5个点，是已经超出了在明年1月份前瞻估值的上限所以我这里是基于它的估值体系告诉大家，肯定它是被高估的肯定在今年是被高估的，但明年也就是你再往后推1年到2024年的1月份，中间到现在还有1年零4个月吧，5个月，那个时候呢价格就是合理的如果再超150就提前2年价格交易了。所以这一块增速预期我也写到这里，是2023年1月是-9到-11， 24年1月是正增长 10%， 是重新回到增长，相当于今年衰退的，然后到下一个财年把它补回来就这么个情况。好，这是对于沃尔玛它的整体的情况。那么它的压力呢，其实从市价开始往上是很大的一片，包括上方的这个缺口区域，这个大家呢相信自己也能看得懂非常大的一个区域，都是它的一个强压力区域。好，这是对于沃尔玛。那么它很显然价格，你让我说这个价格去买它，你说高还是低？我肯定告诉你肯定是高，肯定是太高了肯定是横向对比市场性价比绝不合适。好，然后还有这个 HD 的情况总体来讲会比这个沃尔玛要稍微的好一些确实稍微的好一些。我们从这个基本面来看一下整个的 HD 呢是尽管我们看到房地产市场正在放缓，但是在高通胀还有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之下， HD 在2季度实现了公司历史上最高的季度销售额还有收益。整个2季度的每股收益是 5.05 美金，超过市场预期的 4.95 美金。本季度销售额是438亿美金，同比增长 6.5%， 超过预期的434亿美金。两项数据也超出了去年同期的每股盈利 4.53， 销售额411亿美金。同店销售增长 5.8%， 高于预期的 4.9%。 为什么我会说它是创纪录的销售额和每股收益都是来自于通胀呢？因为我们知道在2季度客户的交易总量它的数据里写着，从去年同期的 4.817 亿次下降到了 4.674 亿次，就是消费的人次其实变少了，但是平均的消费金额上涨了 9.1% 到 90.02 美金。大家要知道，整个6月的 CPI 的高点是 9.1%， 7月的 CPI 下降到了 8.5%。 HD 整个2季度的平均客单消费金额上涨了 9.1%，说明什么？说明客户花的钱比通胀要高，这就是利润提升的来源，它的价格上涨要比通胀要快。
总之呢，亏本的买卖肯定是没人干的，这个通胀高，消费者才是终端的冤大头。企业呢，尽量能少涨价就少涨价，但你让它不涨，让它完全牺牲自己的利润，那他就对不起股东了，对吧？总得有人要得罪一下嘛。所以你最好的对冲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从他们家如果买了建材，买了东西，然后你记得要买他们家的股票，这样你不就可以对冲一下了吗？材料买贵了，但股票如果它的这个未来利润很好，你不就可以是对吧？补回来嘛。好，当然这是一个这个小小的玩笑，我们还是看它的增速预期，因为增速预期这边确实也一般啊。23年1月呢是 5% 的增速，24年的1月的财年是 5% 的增速，所以它现在其实是一个2年的个位数的增速。我这里给大家写清楚了，第一 PE 的这个区间啊，就是从上面的1月的估值，23年1月的前瞻估值是282到471，中位376，2024年1月的前瞻估值是297到496，中位是397。但这个低估值的 PE 呢是参考的 17.2 倍的一个历史的低区间，中位的后面参考的是 22.9 倍，那高位肯定就非常高了。你要思考的是它的这个低的就这个匹配啊，就是我们说它现在的这个估值能不能匹配个位数的低增速啊？这个你涉不涉嫌被高估，这是你自己考虑的问题啊，因为每个人认识市场的方式不同。还有就是地产的放缓的风险最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会到他们头上啊？这是你需要去考虑的。好，所以呢，整体上来讲，那么 HD 很显然它的价格327块钱还是属于接近于估值下限的位置，它至少没有高估，所以它才会我说比沃尔玛要更加的这个不一样啊，两个人的境遇是不同的，尽管都是上涨啊。好，这个呢就是对于这个 HD 的财报的解读。另外呢，明天其实可能会有推动市场去发展的一些小小的事件啊。第一个呢就是明天的这个7月份的零售月率。刚刚我们看到沃尔玛和 HD 的财报，大家会觉得其实听起来也就一般，对不对？也没有说能够好到哪里去。再加上你看7月的零售月率是多少？上个前值是1，然后现在的预期是 0.1， 核心的零售月率是1，然后现在的核心是负 0.1， 零售在下滑，但是零售股票还在涨。OK， 反正呢这个言尽于此啊，我就这么一说，不然的话这个我怕这个大家又组团，对吧？又开始组团了，然后又得解释半天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还是回到那句话上，就是很多东西呢我们都是要回到最核心的基本面上，有的东西涨跌它只是一个表象。我原来也讲过一个道理，很多时候市场并不是说它在割我们啊，就是说它那个一定要盯着我们那点账户，我们一买它就跌，我们一卖它就涨，它不是这样的。市场它本身它有自己的炒作逻辑，涨啊跌涨啊跌，只不过你跟不跟这个逻辑，你认不认而已。该走的时候你走没走，该买的时候你买没买而已。它那个镰刀本身就放在那里没有动，是旁边的人挤人一推把你推过去了，然后你撞镰刀上了，你不能怪人家镰刀太快，只能怪自己呢走得太靠前了啊，去人堆里边扎堆太拥挤了啊。我一直在说这个观点啊，所以不是市场在割我们，是有时候我们主动让市场去割，所以咱们尽量不要做那个牌桌上最弱的那个人。好，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